嗨，大家好，我是 Brian， 目前是 Spark TW 的成员，同时也是 VPON 的资料工程师。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同学来介绍 Spark。Spark 能在短时间内在大数据领域中站稳脚步，除了它的速度快之外呢，最重要的是 Spark 实作了数据工程师以及数据科学家容易使用的工具，例如像是 SQL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API 来操作数据。这次的课程将跟各位介绍 Spark 的重点项目，包含了基本的 RDD 原理与操作、Spark SQL、Spark Streaming 以及 MLlib。一开始要介绍 Spark 里面最重要的观念 RDD。RDD 的全名是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base， 翻译为弹性分散式资料集。RDD 是 Spark 中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资料结构，会装载各位喂进去的资料，所有的操作都是在操作 RDD。那 RDD 的运行呢，它可以容忍错误，当错误发生时，会自动去资料源拉资料重新计算，而当资料转成 RDD 后 ，Spark 便会自动帮你操作平行处理，不论是平行在不同的 CPU thread， 或者是在不同的 node 上。那 RDD 最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 Scala 来的平行集合，可以将计算平行处理；另外一种则是 Hadoop 资料集，能够将运算用于每条记录上。RDD 的操作和一般平常程式不太一样，例如我们在写 Python 的时候，每个指令会依序被触发，但是 RDD 却不是。RDD 有两种操作行为，分别是转换和行动。转换属于懒惰式操作，不会及时的运行。Spark 会记录每个转换之间 RDD 的关系，直到行动指令才会一并的处理。之后我们会有更清楚的例子帮助各位了解。那 RDD 可以储存在记忆体或者是硬碟中，透过持久化储存可以加速 RDD 的处理速度，避免每次都要从资料来源重新读取资料。这边有个图示可以表达 RDD 的生命周期。当 Spark 从资料源读取资料后，就会将其转变成 RDD。那一次的操作可能会需要很多的转换行为，所以中间会产生非常多个 RDD， 每次转换都会产生一个新的。那这一系列的 RDD 会透过一次的行动就会产生某个值，那结束这次 RDD 的行为。因此在一次的 RDD 的操作中会产生很多个相互依赖的 RDD， 但是只会有一次的行动，而行动后产生的资料就不会是 RDD。那这是另外一种情况。Spark 从 HDFS 中读取资料后，透过一系列的 RDD 转换，最后会在行动阶段将取到的数据存回硬碟。我们透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了解转换和行动。那现在有3笔资料，分别是 dear、bear、river、car、river 和 dear、car、bear 放在 HDFS 中。那我们想做简单的字词统计，看每个词出现几次。这边的每个框呢，代表平行处理的过程。各位可以想象成是一个独立的 node。首先 Spark 将资料读取出来转成 RDD 后，做了第一次的转换，将每个字词根据空白分开。那第二次的转换呢，将每个词 mapping 到一个数字1，变成一个 tuple。第三次的转换将资料重新洗牌，把相同的字词放在同一个 node 中。最后在 action 的阶段，会去计算每个字词出现几次，得出统计的结果。那前面说过 ，Spark 会记录每个转换之间的依赖关系。那从上面 Workcon 的例子可以发现，有2种类型的依赖关系。一种是窄依赖的 RDD， 表示2个 RDD 可以直接在同一个 node 中做计算，像是 map 或 filter。那每笔资料可以独立运作，不需要将资料在不同的 node 间做交换。而另外一种需要在 node 间交换资料的 RDD 叫做宽依赖。那像是 group by 或者 reduce by。因为相同 key 值的资料可能分散在不同的 node 中，那需要透过网络交换将相同的 key 值放在一起。那通常在 cluster 计算中，最贵的就是不同 node 之间的网络传输，既耗时又耗资源。那当 Spark 收到 action 的时候，便会根据不同转换阶段以及宽窄依赖来切割任务，将任务分成不同的阶段依序进行。窄依赖通常被划分到同一个任务阶段，遇到宽依赖时就会被划分到下一个阶段。那以上就是 Spark RDD 的基本概念。一开始也说过 ，Spark 能够发展那么快，除了速度快之外，好用也是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介绍的 Workcon， 在 Java 里如果要实作的话，大概像这样子，需要快100行的 code。那在 Spark 里面会怎么写呢？在 Spark 里面大概5行就可以搞定 Workcon 的动作。Spark 的 API 非常平易近人，透过lambda指令可以来简单的操作 Spark。第一行sc.textfile 就是读取档案，将档案转换成 RDD。第2行的 lambda 代表的每一行的资料，后面的 split 代表将
这个 split 的这个 function 套用到每一行，用空白分隔。那第3行的 x 代表刚刚每个被分开的字会对到一个一，成为一个 tuple。最后将资料依照每个 key 排序，透过 reduce 将一加总，就完成了 word count。